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九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iQOO 刚刚发布的 iQOO 8 Pro 啊。其实 iQOO 这个牌子，大家一听到啊，现在能够联想到的几个关键词，可能就是快充啊、性能啊。去年开始啊，也有这个 ID 设计，它跟这个宝马合作。那么我们拿到的这台呢，也是赛道版啊，上面就直接有这个全球顶级合作伙伴。BMW 宝马车有的时候确实跟我们还有点距离啊，但是手机啊直接就可以拿在手里，而且这次它首发了15材料的顶级屏幕，到底怎么样？不光的体验，就把视频咱们来看看。跟宝马合作，我们桌子上放着一个 A86啊，下次 iQOO 应该连同给我们一个宝马赛车的模型。包装盒方面，它也是一个斜切的几何形，放到旁边。赛车运动凝结了工程师源于激情的伟大成就，也是人类不断提升性能边界的历史见证啊！iQOO 通过创新科技不断尝试，以竞速精神追求极致速度，这次由 iQOO 开启不容错过的激情与魅力。体积依然不小，120瓦的快充。这台是 iQOO 7的传奇版，我们手里这是 iQOO 8 Pro 的赛道版，它这次也有一个传奇版啊，就是纹理呢也是跟这个一样，就是宝马的这个标识。这台赛道版的后背啊非常特别啊，它是一个素皮吧，这个类似，但是呢它又给你加入了一些编织的这个纹理，非常像凯夫拉的感觉，所以说拿在手里这个感觉非常奇妙啊。就镜头模组方面依然延续了家族式的云阶设计，这非常有辨识度，而且这次精致度提高了，我觉得不止一个档次啊。上边呢是这个盖板玻璃啊，是这个3摄的组合啊，后面我们会详细讲。然后下边是一个闪光灯微晕台的一个小标识，边框磨砂灰电源键呢点缀了一些暗红色。然后我们翻转到正面啊，这次感觉不太像 iQOO 系的这个机器了啊。如果你是我们频道的忠实粉丝，一直关注 iQOO 的机器啊，其实应该知道我们之前吐槽过很多次啊。iQOO 全系不管旗舰非旗舰都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它把屏幕下面的这个塑料的这个边框做得比较宽，然后导致这手机一直在精致度上差点意思。但是这次改得非常的彻底，直接是给做没了，就是两侧你是看不到啊这个塑料的边框了，只在顶部和这个下巴部分有那么一点点，还得仔细看啊，这一点绝对要给点赞啊！它是采用了一个微曲面的一个设计，这个偏绿和偏暗的问题只有那么一点点，控制的是很好的。顶部和下巴的尺寸也是非常的接近。一开始我们看到顶部是一个微缝顶筒，而且顶边也没有开孔，是吧？这个应该是单扬声器设计吧？但其实它是双扬声器的设计，而且还不小哦。我们给大家打出来。机身厚度呢是9.19毫米，这听着确实不薄了。所以说它为了减薄，首先正面是微曲面，然后后背两侧这个弧度也是比较大的，在视觉和触觉方面都给做了减薄的处理。官方的重量参数我们没有拿到，我们实测啊它是204克，这两个参数这次都有增加啊。我觉得原因应该有2个，第一个就是它加入了微晕台，然后镜头呢它又不想给你做的特别凸起啊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少啊，所以就增加了一些厚度。之前 iQOO 的这个旗舰呢一直被吐槽这个120瓦充电很快，但是电池是比较小。但是这个给你加入了4500毫安时的电池，也是到了一个旗舰主流的一个水平。这块最新三星 E5 材料的顶级屏幕是 iQOO 当时预热的时候打的第一个点，是6.78寸，然后支持 LTPO 啊，它的这个峰值亮度呢是可以达到1500尼特，实际体验怎么样？我们来看看。这块 2K 15材质 OLED 的屏幕当然也拿下了 DisplayMate A+ 的认证，说不准啊，今年的 iPhone 13系列上很可能也是搭载的15材料 OLED。iQOO 这次还采用了一个叫做微棱镜的技术啊，就是在屏幕封装之前啊，在屏幕上方用低温光刻工艺制作一层微棱镜，利用棱镜让屏幕的透光更好，看起来更加明亮，功耗还更低。更低这个我们确实没办法单独测试，但是更亮更高可以啊，比如看这组壁纸啊，手动最大亮度下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别着急，看激发亮度，它们的差距就很明显了。实测之下，和之前的材料相比，差了有100尼特左右。这块屏幕的小面积极限峰值呢，也能达到1500尼特。所以在户外强日光下，尤其是武汉这个大夏天啊，这块15的屏幕看起来确实更加清楚通透。同样在播放 HDR 视频的时候，也有更大的优势。iQOO 8 Pro 看起来确实要更亮，视觉上对比度也拉得更开一些。这款三星最新的屏幕当然也支持 LTPO 的技术，可以在1到120赫兹之间切换。对了，几个玩家比较在意的啊，2K 和120赫兹也是可以同开的。
的，鱼和熊掌这次都要。我们预测啊，今年下半年后面的这些大旗舰们应该都会上E5材质的屏幕。核心的配置方面啊，毕竟跟宝马合作了嘛，内部基本都拉满了啊。这个88 Plus UFI 3.1 LPDDR5 851这套组合，我们来看看。这次由于时间有点紧，我们实测了核心的大部分数据，其余后续会全面更新数据库。iQOO 8 Pro 搭载88 Plus， 跑分就不看了，直接看实测。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，12G 的版本啊，平均用时112秒。这里说一下，设置里面可以调这个桌面的过渡动画，默认为高效，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关闭。关闭之后啊，8 Pro 用时104秒，确实快了不少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任意调节。续航是最耗费时间的测试，我们加班加点给搞出来了啊，这里可以点赞了。我也很想看E5的表现。4500毫时电池，2K 加上120赫兹的模式下，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53%，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胜于6%，确实不多啊。但是想一下这个尺寸，这个分辨率勉强 OK 吧，确实还有优化空间啊。如果你觉得低啊，看看数据库其他屏幕配置差不多的，是干脆没跑完这个测试。充电非常快，120瓦10分钟充入62%，18分钟充到100%。游戏就直接上原神最高画质 ，iQOO 8 Pro 平均56.9帧，波动37.1。看曲线啊，21分钟前啊基本满帧，后续由于发热 CPU 降频出现了掉帧，但整体来看是目前已经发布的3款88 Plus 的机型之中帧率最高的。当然温度也是随之而来的啊，这个半小时完成曲线，10分钟47.2摄氏度，25分钟来到最高的52.3摄氏度。功耗方面，整机平均6.36瓦。iQOO 8 Pro 作为第3款88 Plus 的旗舰，很好的继承了强性能的基因，调度最为激进，帧率也最高啊。当然功耗发热也要高一些，你不能让马儿跑还不给马吃草吧？120瓦快充快速回解，E5材料的 2K 屏素质很高啊，而且屏幕的功耗确实感觉降了一些，但是后续还有优化空间。拍照方面，在之前 iQOO 的旗舰中呢，一直没有特别被提及啊，就不是强调的重点。而这次也加入了这个微音台，所以它这个主摄呢叫766V，这 V 就是 VAS。下面这个主镜是598，今年的 iQOO Neo 5拍照表现在同级别一直是最好的啊，也就是同款主摄。我们来瞧瞧，相机上 iQOO 这次还带了一个叫 OCL 全像素对焦的一个技术啊，相比于传统的相位对焦，区别就是所有的像素点都可以用来进行相位对焦啊，尤其是在夜景暗光的场景下，这优势更加明显。我们也实测了一下啊，大家注意看，上代的 iQOO 7才刚刚开始对焦，8 Pro 这边已经结束了，大家把快这个字打在公屏上。之前在 vivo 上主打的微音台，这次也是给加入了，也让小白测评一直强调的随手拍的这个成片率更高。我们这几天体验，即便是在晚上啊，也不用担心手抖拍糊的问题，只是目前的版本啊，在夜间的色彩表现上并不是特别好，无论是普通还是夜景模式，噪点相对多了一些啊。但是细节保留方面，比如钟表下面的木纹，整体的色彩看起来更加真实。在常见的白天和室内场景里面 ，iQOO 8 Pro 的风格趋向于拉高饱和度、比较鲜艳的色彩倾向，这就要看个人喜好了。这组室内的布景就着不错的观感，拍摄植物的效果也不错。但是在大光比的场景上，这个版本下啊表现还欠缺了一些，白平衡不稳，某些场景下容易有偏绿的问题。这次录像方面加入了一个挺值得点赞的，叫地平线的功能啊，就是根据陀螺仪和重力感应来辅助防抖。比如我们把手机倒过来，拍摄的画面也会跟着翻转一下，而不会和以前一样拍出来的也是倒着的。这有什么用呢？就比如这段视频啊，看起来这防抖效果好像一般，对吧？但其实我们是这样拍摄的，在一些特殊的拍摄场景或者有旋转运动的场景中有着不错的体验。这就是一个软件功能，希望其他厂商看到了也可以跟进一下。当然这个防抖并不是调用的主摄微云台啊，而是利用超广角裁切来实现的。总体而言，之前一直有着性能和游戏标签的 iQOO 啊，你看合作的这个宝马是吧，也很有品牌属性。在影像方面，其实一直之前都不是特别出色，买它的人呢也不是特别在意。不过这次8 Pro 让我们稍显意外啊，从软件到硬件感受到确实花了不少心思啊，但可能受限于目前的软件版本啊，感觉还没有发挥出 IMX 766V 的全部实力。毕竟之前我们体验 Neo 5的1克598啊，就有相当不错的表现了，期待后续更新。截止到现在，我们录制视频，官方还有一个点没有预热啊，这个我估计他后面发布会上会讲的，也是让我拿到手之后一个小意外，也是它的屏下指纹。其实屏下指纹识别这件事情，现在大家已经不太关注了，基本上就是看看它这个位置舒不舒服，是吧？而这次 iQOO 上面又有突破啊，它的指纹面积增大了。其实，在几年前，具体哪年我还真忘了，就是 vivo 召开过一个技术发布会，当时它发布了这个区域性的屏幕指纹，而且当时我们对那个技术也是非常关注，因为你屏下指纹你得找位置，但是如果区域指纹的话，就是我不需要思考，直接一摁就可以解锁。这次的 iQOO 8虽然做不到半屏，但是它照了 iQOO 7也提升了11.1倍。我们添加一个啊，开始录入。好，别眨眼啊，录入完成。大家把"太快了"3个字打在公屏上。
它就是录入一次就可以把你的指纹录完。我们再来一个啊，再让大家看一下，闭上眼，录入完成啊，不需要我要在识别边角是吧？这样录，解锁上这圆环明显大很多。我们摁一下它这个边缘试一下啊，也可以解锁，全黑的情况下也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亮屏就更不用说了啊，这速度也很快。这应该是近些年唯一一个在指纹识别方面，在我们视频里边花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机型，隔了那么多年的区域屏幕指纹啊，在这一代机上终于给实现了，稍微偏一点摁也都没有问题。这就意味着你无论什么姿态掏出手机啊，你只需要大概这一块手指到这儿就 OK 了啊，上一点、下一点、左一点、右一点都没有问题。这一点上值得点赞。在iQOO过去的基因中呢，也一直比较强调游戏，甚至早期的很多机型就是感觉做了一个游戏机啊。现在呢是更加的大众化了很多但是它也是支持这个，比如说显示的这个独显啊，然后这个王者荣耀呢有这个120帧，还是保留了很多。OK， 简单总结一下iQOO 8 Pro 啊，这次让我比较意外的，或者让我觉得比较欣喜的吧，应该是有3个点。第一个就是打到正面 ID 啊，尤其是在浅色界面下啊，这真的不像之前iQOO 的这个旗舰。把吐槽了那么多代塑料边框，不是给缩小了，直接是给干没了。当然，这也更对得起这块顶级的三星E5屏嘛。而且iQOO首发的这块E5屏幕也更加说明我们自己目前的自主品牌啊，在产业链上的这个话语权嘛，就是我可以拿到更多的东西，我可以做首发。比如说之前这个高刷就是我们给带起来的，然后更顶级材料的屏幕也是我们来进行首发，进一步说明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实力，也说明了我们在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影响力。第3个就是这个区域指纹识别啊。屏幕指纹识别出现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技术，大家都感觉已经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一个突破了。隔了很多年啊，那个发布会肯定很多人都忘了，都不记得了。它是在屏幕的这个下半部分有一个矩形，你可以不思考位置，直接进行点按，然后识别。现在终于是往前又迈了一步。技术的探索永远都是这样的，你看着这个工程产品已经发布了，概念机已经发布了，但是它距离你真正的用到手里还有很多个鬼门关要走啊。这台机器我们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看了一圈啊，感觉也确实没有什么明显短板了。这个现在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大家可以走波弹幕我估计应该性价比是可以的，但是我更希望这个传奇版啊，这个传奇版真是特别好看如果要是购买喜欢这个一体性更强的，可以这个赛道版比较想凸显一下个性的一定要选择这个传奇版。OK，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，要的不多，5万就可以了。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概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。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视频样张和实测数据，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我们的公众号，回复iQOO 8 Pro 就可以了。它的数据我们会陆续更新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。不过这点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